我妈的项链怎么在她的脖子上？好了。不是，她怎么知道保险柜密码的？那是我的生日。可心，现在改成我的生日了，不好意思啊，我也不知道。你别摘呀，那条项链是送给你的，摘它干嘛？你听爸爸给你解释好吗？钟启华，你终于得逞了，恭喜你！可心，伞，可心，哎，陈先生回来啦。可心呢？薛小姐一直在阳台哭，你快去看看她吧。可心，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周菊花，他戴我妈的首饰，是我爸同意的。馄饨，你最爱吃的。其实你妈走了那么多年了，你爸这也是人之常情。我妈留给我的东西，他钟启华是谁？凭什么有资格用我的东西？真是！要不你跟你爸爸说说，让他把珠宝给你。我爸才不会听我的呢，他早就被那个钟启华迷得五迷三道的。童刚，你愿意帮我吗？我不想让那个女人一直带我妈妈的东西。既然你这么想要拿回你妈妈的遗物，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儿，我一定会帮你的。说干就干，我就不信我还治不了他了。你要给谁发消息啊？薛大小姐，怎么是你啊？你姐呢？我姐有别的约了。放心，我陪女人逛街很在行，既不会甩脸子，更不会掉链子，还可以提供好的购物建议。So， 注意呼吸。陈东啊，最近我找了好几个健身教练，但是我觉得他们吧，怎么都不如你专业呢？我觉得你作为私人的健身教练，你是很棒的，但是你想当我薛桂祥的女婿，那你可差得太远了。那个，我会继续努力的。你说我练了那么长的时间，我这个肌肉含量怎么还上不去啊？那是因为您练得太养生了。太什么了？太养生。来，您下来，我给您放点重量啊，加点重量。好，走。哎呀，哎，对了，这就不养生了。对的，来，我怎么觉得我要抽筋了？努力？好，继续。你姐比你大几岁啊7岁。哎，几号生日啊？你，再来一个。密码箱在进门左手衣帽间的柜子里，密码81126，棒棒哒。那不大力了。你看什么手机呀？那个回个工作上的信息。工作信息，你们那儿还没倒闭啊？怎么会倒闭呢？我那儿经营的好好的。吹牛吧都！我准备了一份报表，我拿给您看一下啊。把眼镜给我拿过来。
那个，我去上个厕所。去吧。报警？你确定？他胆儿那么大，我得成全他。可他又不是真的小偷。他就是小偷。他偷了我女儿。你说，为了把一个不成器的陈同刚培养成商界精英，我可是真金白银砸到了知瑞天杰呀。他居然把公司给你赔光了。你说我这宝贝女儿，她千挑万选，东选西选，居然选了这么一个绣花枕头稻草包一样的人，你说我忍得下这口气吗？赶紧报警吧！丁宝小姐，里面请。OK。薛可欣，美。薛可欣，你快一点，要迟到啦！美妈，美妈，这不错哎，陈同刚，眼光升级啦！啊，这个不是他买的。我说呢，哎，不过这美是美呀，你需要打扮的这么隆重去参加同学会吗？隆重吗？这不就是本宫的日常吗？那个，少喝点酒。你们快结束，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们。陈同刚，啊？公司的财务问题解决了吗？什么时候开门啊？取消存续还要等工商的流程。那个，先给大家放假，回头给你们双倍奖金。我告诉你啊，据我所知，可是有很多人都在另谋出路了。行了，工作的事回头再聊，今天以同学会为主。你看你今天穿的那么素，我穿的怎么了？恒刚，你先出去把门关上，我给他改造一下。我觉得我挺好的呀。走，跟我去换一件。哦。王姐，你忙吧，我去看。啊，谢谢啊。我们找陈同刚。我就是陈同刚。你涉嫌盗窃，我们依法对你进行传唤。这是传唤证。抓错人了吧？我们。哎，你们干嘛呢？哎，警察同志，哎，你们凭什么抓他？可欣，他犯了什么案子？他涉嫌盗窃。不可能！请不要妨碍我执行公务。你们一定搞错了，他不会的。什么情况？他报警了。谁？东西哪拿的？保险箱拿的。密码哪来的？我女朋友告诉我的。他是共犯？不是，是我一个人干的，不关他的事。我开公司缺钱，需要变现。喂，不是你到底想怎么样啊？怎么了？陈同刚他被警察给抓了。是吗？你赶紧现在来趟派出所，跟他们解释清楚啊！那东西是我让他拿的，而且密码也是我告诉他的。那些东西本来也是我妈的。东西在房间里不见了，我肯定要报警。警察是按程序办案子。警察可说了啊，那小偷特别不专业，留了满屋子的指纹，而且还有监控。我也是刚刚听说嫌疑犯被抓着了，没想到是陈同刚。哎，你说你找个什么样的人不好，偏偏找个贼？钟启华，我跟你一向客客气气的，你到底是把我当朋友还是当敌人？你对我客气了吗？是你一直把我当成假想敌吧？秀华，你给谁打电话呢？闺蜜。我刚健完身，给我累的，那我先上去了。好。
来了，谈谈。坐。珠宝是我让他拿的，密码也是我给他的。你这个小男朋友真没出息，什么都听你的呀？让他偷，让他抢，他都去照办。那不是偷，那保险柜里的东西本来就是我妈留给我的。薛可欣，你叫我撤回报案，就这态度？那你要怎么样才肯撤回啊？要不这样，那些珠宝我还给你。薛可欣，这么多年你正眼看过我吗？突然这样求我，是不是自己也觉得很怪啊？你这么明目张胆地针对我，就不怕我爸知道？那你就去跟他说，跟他坦白。你知道这叫什么吗？打脸，打你自己的脸，也是打你爸的脸。我去告诉我爸，让他来收拾你。你笑什么？你是不是一直都以为你爸是一个被坏女人蒙蔽的可怜虫啊？你知道知瑞天劫之前的老总笑面虎新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吧？他把一些老客户七七八八一给带过去了。你怎么知道这些？因为我是那家公司的投资人、大股东。是你，原来一直是你在背后使绊子。为什么？陈同刚他招你惹你了？是啊，我的大小姐，我这是为什么呀？所以这一切都是我爸策划的。他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你爸是一个掌控欲很强的人，如果不这样，他也做不到今天的成就。而你，他的宝贝女儿，让他觉得失控了。钟启华，做我爸的女人，什么感觉？累。可以走了。他说的是真的啊？错不了，左手赔右手赚，左右互殴那是空明拳，多高明啊！我是挺佩服的。我的妈呀！这为了让陈同刚知难而退，搞出这么大阵仗，还报了警，真把自己演成豪门恩怨了。你说我要不要跟我爸摊牌？这也是你们家的事儿，这关系到你们公司你的前途。哎呦，你们神仙打架，我们普通人还是躲远一点吧。那个，我还要买菜呢，我先走了。对不起，对不起啊。什么人？唉，我把车子赎回来了，教练的工资我也付了，
我都想好了，以后呀，我会全力帮你拓展业务。咱们除了传统业务，还得开发一些新的增长点。围栏计划你听说过吗？还有大数据精准推送，你听过吗？你别沮丧了，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这不是你的错，是我爸，他见不得我们好。智瑞天劫之所以会一直亏损，其实是我爸在背后一直捣鬼。要不是他捣鬼，那泽良根本就不是咱们的对手。以后咱们俩的事儿，也不用他点头。原来你爸喜欢扮演上帝。有钱人是不是都喜欢扮演上帝啊？不是的，你别想多了。你是不是不能接受跟一个健身教练在一起啊？胡说！在你心里，你对你的伴侣有期待，你希望他必须是你理想当中的样子，不是指外貌，而是指他要像你爸一样，有本事、有能力、有财富、有地位。怎么可能？我最讨厌我爸那样的了。你嘴上说着你爸如何控制你，可是你在心里面很崇拜他，你想改造我，想把我变成所谓的商业精英，然后按照你爸的样子来规划我的人生。我这都是为了你啊！你这是绑架！我在派出所那天晚上，我想了一晚上，这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后来我想通了，薛可欣，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把自己变成了你的人质。你想让我这样，想让我那样，你望夫成龙。可是，在你的心里，你的潜意识里，你总是觉得，只要我陈同刚不成功，就永远配不上你。不是的，你和你爸一直都在下棋，我只是你们那个棋盘上一颗小小的棋子。你让我走日，我不敢飞翔。我知道，我知道让你受委屈了，我会补偿你的。补偿？怎么补偿啊？给我再买一间这么大的公司，然后再给我印一张金光闪闪的名片吗？那你想怎么样？尊重是相互的。我不会把你变成我希望的样子，我不会把你变成一个傻白甜，我也不希望你来改变我，把我变成你想象的那个样子。不是，我要怎么做你才能满意呀？我做这些不都是希望你能更好吗？难道你能一辈子做健身教练啊？你就这点出息吗？我不知道，我才25岁，我会去慢慢的发现自己适合什么，最后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我呢？在你的蓝图里有我吗？是不是要我们家破产，你才高兴啊？我们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吧。高楼林立，我们像不像蚂蚁？拖着生活，踏着风雪飘零，游晃在岁月的潮汐。自作聪明，什么淑女？北上跑丢了
哈哈，有点意思。把紧张判断成爱情，可能吗？你敢这样就完了。你想吻谁啊？爱情，多少美梦成了说说而已，还好有能取暖的回忆。我们活蹦乱跳在那里，却又浮浮沉沉的飘荡在那里，停在灯火通明的夜里，我们游来游去，心却在哪里？我们相互温暖在心底，像同一个树叶子共度这风雨，无畏天南地北的分离。喂，子轩，帮我一个忙。你是大小姐吩咐。王子轩儿，做游戏吗？刀塔2天梯5000分，穿越火线，枪王之王。哦。没问你这个，我有一家游戏公司在推一款新游戏，想找人代理广告。广告？薛大小姐，干嘛呢？一个人坐这闷闷不乐的。不是，来，你应该都知道了吧？昨天比稿结束，我选了智月天劫。陈同刚这哥们儿确实有能力。你想让我怎么谢你啊？你可千万别误会，我真不是来邀功请赏的。再说了，咱们这么多年也没那必要。他怎么没来啊？他去忙工作了。挺拼的呀，人也聪明，虽说不是咱们这个圈子的吧，可是也不自卑，而且 ，Hello， 你怎么来了？接你啊。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想知道你在哪儿，难得住我吗？哟，原来是换人了呀。关你什么事儿？走吧。刚刚那男的是不是以为我是你男朋友啊？大概吧。请你自重一点。Okay, take your time. 来，喝酒喝酒！哇，哎，来，你们自己酒，自己倒，来。我说两句啊。为了庆祝我们用户数量突破100万，我们今天庆祝一下。最近大家都辛苦了啊！干杯！你们王总说了，一会儿给大家发红包，发，每个人都有。哎呦，你们业绩准备啊！
王总，我跟你说，上次我记忆中的部落屠城，那是我高中时候的事儿了。那会儿我应该已经上大学了。我跟你说，我原来玩游戏差点被送去强制治疗了，这么惨？常态。哎，兄弟，我不知道你跟可心分手了，要不要我帮你介绍个新的？不算分手，就是闹了点别扭，我在想办法怎么把她哄回来。你还不知道啊？知道什么？她居然趁着我力挽狂澜的时候换了新男友。你也换？舍不得。那就主动联系他，重新和好。多没面子啊！腾刚，那个趁虚而入的人，根基还未稳，你还有机会。那我应该叫他什么？亲？大哥，你以为网上购物呢？叫老婆。老婆？啊，这不合适了。没事，发。他把我删了，重新加回来。那我应该发什么验证信息啊？求求你再爱我一次。大哥，分手复合最忌讳3种类型：苦苦哀求型、信息轰炸型，以及自我伤害型。这3种里面你占了2种。我跟你讲，你跟我混了这么多年，能不能有点出息？你这个废柴。那我应该发你吃了吗？你得这么跟他说。你说老婆，我力挽狂澜，把公司从破产边缘拉了回来。怎么办？怎么办啊？陈同刚他加我了。哎呦，能不能不要再让我掺和你们俩的事儿了啊？一个是我老板，一个是我老板娘。那你说我加他，不代表就是接受他了吧？你不加他，也不代表你拒绝他呀。你是想让我撑着他？我的意思是让你放轻松一点。不灵啊！我跟你说啊，他吊着你呢，再等等。看见没有？看见没有？他换头像了，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说明他跟你分开之后，想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你换，男人一点。你换头像了？他会撩他。换了头像，温柔。换了头像以后，我感觉像换了新女友。沈明宝他撩我怎么办？别理他。你也换头像？换什么？换成我俩合影啊？我俩？你有病吧？我说的我跟他的合影。那不行。换一张你最性感、最帅的照片，而且是从来没见过那种。我发，我有东西落在你那儿了。可已经全部扔掉了。道理呢是越聊越崩，拒绝强行讲道理，让他自讨没趣。转守为攻，增加分手成本。习惯是恋爱的一种成本，当你习惯越多，分手的代价越大。到时候呢，你就要像戒网瘾一样去戒掉爱情。跪求复合你就输了，你要把复合做成赏赐。对手太强了，怎么办？有高手指点。沈明宝，我快防不住了，怎么办啊？我想投降。问机。不回。啊？童哥，这一次任重道远。今天我有点累了，改日再战。爱情太难了。分手快乐，祝你快乐。怎么没有什么杀气呀？好男人不会让心爱。这会儿
我现在已经岁月静好，我想安静。我跟你说啊，你看，就这张照片，甜品摆的端端正正，这明显是摆拍，他作秀给你看的。你不要再骗我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你无时无刻都在骗我。听说分手了？听谁说的？那看来是真的。这得庆祝一下啊！哎，借你胳膊拍张照。我出场费可很高的。你觉得我付不起吗？血索。不愧是薛大小姐啊，召唤人的方式都这么独特。怎么拍？来，你把头转过去，头转过去。你这个身材啊，现在已经很好了。如果在我的带领下，我跟你讲，会变得更好，而且会。找你有事有事。干什么？哎，别，干什么呀？我正忙着呢。这。你看，她真的有新男友了。我跟你说啊，这凡事啊，都得往好的地方想。这哪里能看出好的地方啊？你看啊，这是在吃午饭。你想啊，这午饭总比早饭好吧？我先忙去了啊。来。你很好，但是你和我不可能。为什么？你到底是喜欢我的脸，还是喜欢我的钱啊？这还没怎么喝呢，就醉了。走吧，送你回家。不用了，我有司机。今天，对不起啊，来，敬你一杯。没关系。可心，薛可心，可心，我错了，薛可心。你疯了！你不要命了！你追车！我真的错了，可心，你原谅我好不好？你哪儿错了？我哪都错了。哎，可心，可心，你等等我。郑叔，你慢点开，这很危险的。放心吧，没事儿。你在前面停下车呀！不停，他自己愿意追的，追不上他就停了。可心，陈同刚，你疯了呀！你不要命了？路上多少车呀！我错了，你下来，我有话要跟你说。你有什么话说？你也不能这样啊！哎，郑叔，
你腿没摔断啊？没断，命挺硬的。挺硬的。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说吧。我喜欢你，我现在每天都在想你，想得我脑子都疼。你是摔出脑震荡了吧？可能吧。你爸愿意把我当猴耍，那就让他当猴耍好了，谁让他是你爸呢？你想让我当霸道总裁，那我就做霸道总裁，我把公司救回来，好好的还给你了。等我一下。薛可欣，我想明白了，人生短短几十年，人不能因为怕摔倒就不往前走了。如果你跟我想法一样，咱俩试试。薛可欣，我爱你，你愿意嫁给我吗？这就是你给我准备的求婚戒指啊？连颗钻都没有。戴上。戴哪根手指啊？戴哪根手指你都不知道，这根。来，跟我进来吧，坐。嗯。来面试什么岗位啊？销售。有过工作经验吗？我刚毕业。了解地产销售吗？就是卖房子呗。你觉得销售有什么技巧吗？有需就有求，销售就是发现人的需求。有需就有求，只要有需求就可以卖出东西来。我喜欢你的答案。销售就是要发现需求，掌握需求。我就喜欢你这样没经验的，我好培养。喜欢就好，喜欢就好。啊，那个工资的话是？前3个月试用期，保底工资4000，3年以后交社保。啊，这哪个销售是吃保底的呀？好好干，1个月2、3万是事儿吗？拼了命干，1个月10万8万的也不是事儿啊。今天能上班吗？今天我什么都没带啊。花呗、微利贷该还了吗？这个月9号。眼瞅着是换季了，新衣服该买了吧？我现在就能上班。人事就在外面办手续。好，谢谢经理。谁的业绩好，谁就排在前面，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业绩这个东西最公平，不分先来后到。你也可以。谢谢经理的鼓励。走吧，跟我出去。去哪儿？跑业务呀。退钱！今天不退钱，我们就在这儿不走了。你不用跟我啰里吧嗦那么多，退钱就完了。我就是一个新来的前台。那我们那儿怎么住呀？我俩来了几次了，不归我管呀。不退不走了。我俩今天来多少次了？来多少趟了？这事不归我管，我就是。那我们的房子咋住呀？
最低只需6元，动动手指你也能成为王者哦。调整一下，继续。最低只需6元，动动手指你也能成为王者哦。来，走一走，看一看啊！哎，停！下一个，动动手指，你也可以成为王者哦。嘿，这个还行啊，很配这个还不错。哎，停！张病主，我要的是8块腹肌，不是1块。王总，要不你让我试试？你看，只要666，动动手指，你也可以成为王者。王总，你觉得我怎么样？那现在怎么办嘛？得加钱啊！加。只需6元，动动手指，你也可以成为王者。太酷了，太帅了！看见没？这才是我要的感觉啊！摄影师，拍张照片。这是我男人，你走开。这是我未婚妻。我的青春我做主，钢筋水泥混凝土。干杯！哎呀，不好意思，来晚了。来，干了！好了，要买房找我啊！如果您对房子满意的话，建议您尽快定下来。房价都涨了4倍了啊！对，再不买的话就不行了，真的。最好要是想价的话，你就跟我说。哎，好嘞，联系我。周边的小区啊，价格都比它高。好的，没问题啊。来，妈妈，你新来的，大哥敬你一杯。敬什么敬啊？哎呦，自拍完再喝，来得及。走。行。你让他喝。哇，你这样太好看了吧！谢谢你啊。是，你是前台啊？啊，我叫尤丽美，现在大4，当不了销售，只能当前台了。对了，你是新来的，他们今天商量好要灌死你。来。哎，对了，那客户这么闹，你们工作压力挺大的吧？哎，装傻充愣呗。那他们为什么要闹？你看啊，交了中介费，房子卖不出去的，或者是付了首付，贷款迟迟下不来的，还有房子被卖了好几家的。那万一他们这么闹起来，你们 hold 不住怎么办？报警呗，这属于经济纠纷，警察也管不着啊。你们全公司的人都这么做事啊 ？No， 这属于 C 类业务，商业机密，需要工作2年以上才会给你培训。哦，大家一起喝一口。来，你俩干嘛呢？过来喝酒。怎么办？快点。没事，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啊。谁躲了？来，喝。干杯！这房产中介有前途吗？哎，你们这上司人品怎么样啊？只贪财，不贪色。张二，你可想清楚了啊！干房产中介可辛苦。年轻人就得多吃点苦。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我跟你说，哎呦，夏天好，车间里边温度都50多度啊，还有高噪音、高湿度，忍着、挺着，知道吧？加班都是自愿的，那叫荣誉，知道吧？啊，难怪啊！然后我爸我也是荣誉。说什么呢？没什么。哎，他也就3分钟热度啊。你们一天天怎么净打击我啊？这个是我第1份工作哎。哎，人家底薪多少啊？底薪有点低，但是提成很高啊。我有一个同学啊，干了几个月啊，现在都买房买车了。哥，你要是一辈子待在家里的话也可以，我可以养你的。我大老爷们让你养，那不成废物了？
我办了一个新号码。现在呢，我有2个手机，一个用来接家里的电话，一个用来接客户的电话。以后啊，你们要有朋友想要买房、租房啊，都可以跟我介绍哦。喂，吴伟，哎，你看到我发的刷宝了吗？我现在干房产中介了，你要想租房，随时找我，我随时带你看房。入戏啦！我现在要去复习我的资料了，失陪。拧不上来，有模有样的，这，你给他做个培训啊！自学成才。他要挣了钱，以后在这家里都得横着走。哎呦，哎呀，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就来了？这样子怎么了？不是，我们是来买房子，我们是很有钱的老太太，你穿的像买菜一样的。你就不懂了吧？我跟你说，现在有钱的人就得是我这样的，跟我什么花枝招展？很多人都是以貌取人的，你知道吧？行了，你赶紧的，快点儿。哎呦，那好吧，没别的办法，我给你办一下。哎呀，行了，这样就可以了，快点吧。哎呀，很有钱啦！哎，你超有钱的，现在你知道吧？哎，你好，欢迎光临。2位是买房还是卖房？买房。那我给你们推荐销售啊。啊，没事，我来就行了。啊，你们这边坐。干什么呀？砸场子呀？我们是来给你撑场子的。我们是来给你站台。是这样啊，我们的房源呢都是真实的，所以只需要你们说出需求，我会按照你们的需求来给你们介绍合适的房源。那请问一下，2位是想要2居的还是3居的呢？是这样的，我现在呢跟我儿子儿媳妇儿，未来还要跟我孙子一起住，这房子起码是要3居或者是4居，起码有2个卧室，必须朝南，一定要位置好。哦，那这房价不便宜的。哎呦，钱不是事儿，你只要给我们介绍合适的房子就行。2位阿姨啊，看房子啊，买房。谁阿姨呀？叫姐姐。哎，姐姐好，姐姐好。哎，小杨，你把这钥匙给小王那边送过去，他带客户看房子。不，我这客户就在旁边那个便利店那儿，你送过去就回来。哎，他怎么走了？对呀，这还介绍房源呢，说一半呢。那你看2位姐姐，我也给大家介绍啊，是不是？不是，小伟，哎，给2位姐姐倒点水，看看是喝果汁还是喝茶。不用，你这个小同志啊，我要好好说说你了。你这是明目张胆的撬人家小姑娘的生意呀！对啊，我是她的领导。我看着2位姐姐是诚心诚意买房，我得对你们负责任。谁要你负什么责呀？你负什么责呀？人家小姑娘就不能给我们负责啦？有些情况您不太了解。那她刚来啊，经验少，而且看着小姑娘这么年轻，这么好看，在这干不长。谁说好看的姑娘就不能卖房子？对呀，工作就不能干好了？我看人家小姑娘脑子很活络的，而且很有亲和力呀。对呀，怎么说她的你？这什么？哎，姐姐别走啊！我的房源多呀，我跟那个房东都熟，我能压的价格他做不到。再见！我跟你说，小伙子，好好做人啊！对。哎，人呢？一看就没钱，还买房子呢。小妖精啊。干嘛？我的。可以烫，慢点啊。小妖精，我原本以为你不会踏踏实实好好工作，没想到干得不错呀，挺上道的。那当然了，我每天晚上都背资料的。不信你随便考我，这附近所有的小区啊，哪些有3居室，哪些有2居室，哪些是租的，哪些是卖的，他们全部的价格还有历史成交价格，我全部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哎，手动点赞。那你多给我做点好吃的，我每天在外面跑来跑去，很辛苦的，很需要补充营养的。哎，知道了。但是你也不要那么太辛苦了啊。哎，今天我们去你那儿
半道上把你叫去送钥匙那个家伙，哎呦，那个人可不怎么样，我告诉你，你可要提高警惕。他让你去送钥匙，是故意把你支走，想抢你的活儿。他以为我们两个老太太是大客户呢。绕。哎呀，你上点心，别不当回事儿，小姐。知道啦，老太婆。哼，吃吧。好，请二位先生站好了。哎呀，二位不要这么拘束，女士挽着男士。我是你的。好，男士稍远一点，哎，再远一点。好嘞，来准备啊，3、2、1。你们的办好了。哎，谢谢啊。我真能重新照吗？我这照太丑了。想要照好看的，下次再照。不是你说谁下次呢？算了。不是他皱，咱们还有下一次。别理他，咱不跟他一般见识啊。走了。来，户口本拿来。态度也太差了。老婆，心叫什么？老婆。走了。回迁房。小产权可以卖，那套房子抢的人很多，你把定金先打过来，我让房东给你留着。OK， 好，经理，小产权房也可以卖的吗？没产权都能卖，没有我卖不了的。姐啊，我真感觉咱俩特有缘分，你长得和我亲姐似的。要不你想我自己的关系，我凭什么用啊？所以说，过了这村真没这个店了。哎呀，我呀就这一套房子，这现在儿子上大学急用钱，要不我怎么舍得卖呀？所以呀，我给你的价钱比别人高了15%啊，人家明天就打钱，你想想，过2天你在钞票里面游泳了。那这手续费怎么算？手续费是成交额的5%，但是啊，因为您这个是小产权房，公司规定要先交手续费，我们要去帮您打点好关系，才能过户，您是知道的。姐呀，你这是小产权没房本的，能卖不错了，人不能太贪心。好，我不谈啊，我给你拿钱去。房子卖了。哦，孩子有钱上学了。看什么看？合同？哪合同？转点钱也不容易啊，点。行，来，我帮你数。有零子呢，你把这零子数数。杨妈妈，来，这一次的提成，我也有啊。当然有啊。谢谢经理。经理，我偷偷问一句，这次你能赚多少啊？5000。
诚一时。以后跟我好好干，钱挣不完的。那我先出去了。啊，去吧。可心来了。哎，干嘛呀？我说到做到。你就是拿这个东西来给你爸赌气的是吗？你以为婚姻是什么呀？婚姻是两个孩子凑一块儿过家家呀，婚姻是神圣的，婚姻不是儿戏，啊？陈东刚呢？吓唬谁呢？我告诉你，薛可欣，我薛桂祥看重的是男人说话做事情言而有信。是谁跟我说把公司经营好了以后才会来娶我的女儿？好好的公司被他经营成什么样了？你看看你们现在公司成什么样子了？啊？没有你的捣乱，公司蒸蒸日上，人家忙着呢。可心，你就体谅体谅你爸爸。这前2天刚刚做完体检，血压又高，肝又不好，这火大伤肝，你就别气他了啊。生气是我气的吗？上回是采阴补阳补的吧？这个是我的女儿。你说，如果她是在淘宝上买的，我可以退，可以换，还可以随便给差评。哎呀，跟你开玩笑的啊！开玩笑？开什么玩笑？这种事能开玩笑吗？我告诉你，薛可欣，我最看不起的就是玩世不恭。你以为天底下什么事情都可以拿来开玩笑吗？啊，拿这种东西来跟你爸开玩笑吗？做事不成，能力不行，连行为举止得体你都做不到，你就是用这种方式跟你爸爸交流的吗？我做事不成，能力不行，是谁的杰作？是谁从小否定我、打压我，美其名曰说是想让我快乐？那我告诉你，我现在就很快乐。我终于可以自己做一回主了，你别想着在控制我。只要我薛桂祥还是你薛可欣的亲爸一天，我就绝对不允许你跟他在一起，绝对不允许。你干嘛？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恨你！我告诉你，你和陈同刚在一起就是瞎扯淡。哎呀，这父女俩你干什么还动真气呀？你干嘛呢？孩子就是个鱼莲。老公。怎么了，老婆？老公。怎么了？今天是不是不适合结婚啊？谁说的？我今天查了黄历的，今天宜嫁娶。那怎么结婚的时候遇上了乌鸦嘴，现在结婚证又被我爸撕成这样？哎呀，我这不是补好了吗？我可怜的结婚证。我听说这个是可以补办的。补办？怎么听得像二婚啊？你这一打起游戏来，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酸了，熬夜也不觉得累了。升级攒装备，这样忙的事太多了。妈，回来啦？哦，吃饭了吗？我不饿。大妈呢？出去遛弯了。你怎么了？撅着个嘴，臊眉打眼的。我有个好消息想告诉你们。好消息怎么还不高兴呢？我跟经理一起卖了一套房，经理给了我1000块钱提成。那这不好事儿吗？是小产权房，而且高于市价。小产权怎么了？
小产权不是违规的吗？哎呀，天塌下来，我主管在那儿扛着呢。要问你，你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不是，我就是觉得那个房东挺可怜的，给的全是现金，一沓旧钞票，整整齐齐的包在手绢里面，一看就知道是攒了很久的。习惯跟我爸一样，都是把钱包在手绢里面。我跟你说啊，杨曼曼，你别同情心泛滥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知道吗？你今天这钱拿的是不是就等于是封口费了？那我不是进贼窝了，那怎么办啊？怎么办呀？这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呗。这刚入行第一步还是很重要的吧？娘们怎么就说你们女人是情绪主导抉择呢？在职场度小伏低的事情是很正常的。你像我这种技术工种，不是也一样吗？你能不能别教唆她任性啊？我教唆她任性，你愿意让你妹妹刚入社会就被这些低俗的人、市侩的人给洗脑吗？你说现在这孩子啊，要不然就是跳槽，来不来就是换工作的。你这工作哪有是完美的呀？好的工作是可以让你在工作中实现自我的，而不是丢失掉自我呀。你看看你，再看看我。加班小沈，社畜小杨，我们加班时间超过了97%的同行，用失眠换来了晋升的机会。然后呢？不要再吵了，我再看2天吧，实在不行辞职。不是吧？怎么啦？产品召回？哪家公司啊？我们公司啊。啊？什么原因呢？肯定是售后做的不好呗。我估计这2天公司就准备叫我回去了，回去准备材料。这不没给你打电话让你回去吗？你等给你打电话再说呗。那不是我性格呀，这必须马上啊，这不是我风格啊。哎，你记住了啊，听我的，别听你嫂子。别听他的。这么大的规模的召回，这业内震动可大了。董事会已经在问了，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谁来负责？我发现一个现象啊，就是自从杨铮当上这个技术总监之后呢，公司的产品啊，反倒几次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技术方面的问题。有些售后出了点问题，后来好像都给解决了。没有上报吗？有些问题很快就消化了，就不上报了。销售部最近丢了2个大单子，跟这有关系吗？这个我不好说，因为说了之后吧，好像是在放冷枪似的。你大胆说。嗨，这也确实有这个情况，啊，技术部呢一直在闷头烧钱搞研发，这个公司一直都是支持的。但是如果这个不能为售后服务的话，怎么现在才来找我嘛？啊，他要找工作，要干房产中介，找我就对了嘛。怎么每次都是出了事情才来找我？哎，你怎么那么啰嗦呀？这不也没出什么事儿吗？怎么没出事情？签约那天你在现场吧？嗯。定金的抽成你拿了吗？给了我1000块钱，说是提成。他已经涉嫌诈骗了。没那么严重吧？他们不都说是潜规则吗？哎呀，你干什么不相信老顾啦？他也不会骗你的了。那他也是开中介公司的嘛，那谁知道是不是行业竞争？哎，苏月，我是什么人你是知道的，我可是本分做生意啊。所以嘛，你就发不了大财呀。曼曼，你拿我们当你的家人吗？反正我觉得你们应该不会骗我吧？那你自己做个决定，报警或者不报。干嘛要报警啊？最多明天去辞职好了呀。人三思而后行，鸟三顾而后飞。你好好说话。对，我的意思，慎重，再慎重。听到了吗？曼曼。那我要先把小美摘出来。你们公司宠物啊？还不是，是我们公司前台。
小妖精啊，我刚刚路过你们公司，我看见很多人被警察带走了，你们那个经理也在里面。我知道啊。不是你今天怎么没去上班啊？没你什么事儿吧？没我什么事儿，我都辞职了。辞职了？为什么呀？那些人干了坏事儿，我就告诉受害者，然后就报警了。真是你干的？嗯。不知道是不是跟你一起待久了，感染上了你的一身正气，嫉恶如仇。怎么样，满意了吧？满意。行啊，丫头，行。大白天搂搂抱抱干嘛呢？我去做饭，今天中午吃点好的啊。哎，你给你大妈下什么迷魂药了啊？哦，哥，我跟你说啊，我把那个贼窝给端了。哪个贼窝？就我们那公司啊，我通知了那些受害人，他们拉了一个群，然后一起报单，小金额就变成大案子。谁让你这么干的？嫂子，你初出茅庐，涉世未深，你不懂江湖的险恶，这要传出去以后怎么混呢？干嘛？除了我嫂子，大妈也是很支持我的。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长点心吧你。最近低调点啊，千万别他们发现了。哟，小陈亲自下厨啊？对，我结了第一笔月费，我谈的客户，所以庆祝一下。我给你打把下手吧。谢谢王姐啊。谢什么呀？你厨艺那么好，有什么秘诀教教我呀？好的。你今天带我来这儿干嘛？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儿啊，不能只靠自己，比如说爱情，或者是找客户。我先谢谢你啦。你不是一直都想认识大客户吗？去哪了？这里边就有一个。早点回家。真的假的？不信啊？哎，我还什么都没准备呢。先认识，不打紧的。见客户。吴总，哎，久等了。来介绍一下，这位天杰薛总，花语青年吴总，年轻有为啊。过奖。您好，请问喝点什么？一杯热美式，不加糖，不加奶，谢谢。您呢？一样。啊，好的，请稍等。谢谢。时间宝贵，那我们就开门见山。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产品，这上面呢有我们的报价，请您过目。我有一个女朋友是高级白领，但是即便对于她来说，您这款精华的报价也是有点小贵。我们这个原料就贵，所以成本肯定很高。可是您别忘了，大部分女性都不是成分党。所以啊，我们需要像您这样的专业人士来提升我们的复购率嘛。其实我也没有那么专业。你们开通公众号了吗？没有。目测您和您的团队应该都是搞研发出身的吧？薛总好眼力啊！建议你们可以开通公众号，通过公众号呢，可以和粉丝直接对话，建立联系，还可以快速的反馈。这样不仅省去了调研的时间和成本，还可以直接看到产品的转化率。好像没有先例。先例，罐头是1810年发明出来的。可是开罐器是1858年才研发出来的，整整48年里，从来没有先例。薛总，相见恨晚呐。吴总，您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昆博的掌门千金。怪不得呢，虎父无犬女啊。我们希望和智宇天杰建立牢固紧密的合作关系啊。合作愉快。合作愉快。那我就先恭喜二位了。
小陈啊，你可真厉害呀！那么短的时间就做了这么多菜啊！薛小姐找到你哦，真的是有福气。酒。快点儿！哎，你说我刚才表现怎么样？有没有一点霸道女总裁的感觉？必须有。不过我还是得谢谢你。行了啊，说了17、8次了，差不多得了。你说我什么经验都没有，那个吴总怎么就这么轻易就被我说服了？很多时候呢，知识都抵不过见识。我决定今天封你为蓝颜知己。那怎么着？需不需要我配合一个单膝下跪啊？啊？你知道吗？我一直认为这个世界上的女人分为2种，一种呢是要靠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另一种呢是要靠自己来征服世界。我姐属于前一种，我觉得你是后一种。你也太高估我了，我爸可不希望我染指他的王国。你可是他唯一的女儿。那又怎样？老公，我回来啦！我天啊，这么多好吃的都是你给我做的。你去哪了？我去见客户啦。什么客户啊？花语轻言，你认识吗？不认识。这世界上分2种女人，一种呢是靠征服男人来征服全世界，还有一种就是靠自己来征服世界。这是广告词啊？算是吧。童刚，童刚，我想好了，我决定以后帮你，一会儿还约了个客户，吃了饭就去。我不用你帮，我今天做这一桌子菜，就是为了庆祝王子轩给我结的第1笔月费。但是我们智瑞天劫也不能光靠游戏呀，这鸡蛋也不能只放在一个篮子里。我哪有那么多鸡蛋啊？我只有1颗鹌鹑蛋，要那么多篮子，我都不知道放哪。你今天去见的客户，谁给你介绍的？钟启明。薛可欣，上次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已经说过了，他就是个假洋鬼子，为人特别的不真诚，你最好离他远一点。陈同刚，你不会以后我去哪儿见谁干什么都要跟你报备吧？如果你能做到，我不介意。我刚摆脱我爸，又给自己找个爸来管我。如果你不介意，我还可以叫爸爸。我呸！我，你他爸呢？我，给我站住！哎，这儿，胡总，给您请。好。你到哪儿了？我已经到了啊。啊，还有人来啊？对啊，给您介绍一位新朋友。谁？我们新智瑞天劫的大金主陈同刚的女朋友。哎呦姐，你几个意思呀？你这是给我增加游戏难度，知道吧？我这儿。哎呀，这位是？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薛大小姐，这是胡总。你好。是不是我爸让你摁死智瑞天劫的？你爸？你爸是谁啊？薛桂祥。哎呦，我偶像啊，白手起家的商业奇才。哎呀，薛大小姐，来，握个手，握个手。哎，拿个杯子，服务员。薛大小姐，你这"摁死"俩字太难听了。你说你们又不是什么苍蝇蚊子的，摁死怎么可能啊？您好，您的杯子。哎，谢谢啊。那你就是承认了？承认？这有什么不能承认的？这是你们自己家的家务事，我干嘛去堵枪眼啊？是不是？不过啊，你爸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老胡，行业得有行业道理，客户都被你抢走了，不合适吧？哎，我刚才都说了，这是人家家务事儿，
左手打右手，谈不上什么行业道德。我跟你说，你我都是给人爷俩打工的，明白吗？你是给钟启华打工的，他才是大股东，股权结构一目了然。对，你长得好看，你说什么都算，好吧？把我的客户还给我。那不成。左手倒右手，有什么不成的？这新公司我有股份，而且还占了不少，我是二股东。哎，所以说，这业务这事儿啊，咱今天不聊啊，咱们只喝酒，好不好？还在为姚曼曼的事情生气吗？不热呀。我不热。哎，我问你个问题，你说投资跟投机有区别吗？没区别。有区别。有什么区别？一个是普通话，一个是广东话呀，不好笑吗？一点都不好笑。我觉得很好笑啊！简宁给我讲这个笑话的时候，我笑了好久。简宁是谁啊？我的一个同事呀，你见过的。不好笑。好笑。哎，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啥事？明天咱们跟陈东刚一起吃个饭。跟他们有什么事啊？不吃。哎呦，反正你也没什么事情，联络感情嘛。谁没事啊？不是，哎，你说说人家。对吧？是用金钱换利益，你是用劳动换利益，你们就不在一个阶层上。作为朋友，你不觉得这自欺欺人吗？不在一个阶层上就不能做朋友吗？人家每天点对点 O2O， 王八对绿豆的，咱们跟人聊什么呀？啊，聊咱们家那点破事儿。哎呦，你不要那么小气嘛！我跟你说，薛可欣和陈东刚他们俩刚领证了，然后也办不了婚礼。咱们作为朋友一起吃个饭不是应该的吗？都领证了，这么快？嗯，去吧，啊，去吧。你干嘛去啊？拿钱，准备红包。恭喜恭喜，啊，百年好合。谢谢哥。这点钱在你们眼里虽然是毛毛雨，但是就当讨个彩头吧。谢谢你，杨老板。来，可心，祝福你们啊！希望你们两个能够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爱。爱是恒久忍耐，是恩赐；爱是不自夸，不张扬。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轻易发怒，爱是不算计别人。爱是永不止息的。干杯！恭喜恭喜！谢谢你们。坐吧，坐吧。嗯。我跟可心结婚不容易，婚礼婚宴一概没有，挺寒酸的。这些都是繁文缛节，不重要的。真不办了？嗯。不办了，那就不办，这样也挺好。嗯。哎，对了，我给你们找了几个大客户，通知大家明天复工。真的？太好了。哎，二位老板，我打断一下啊，我可以原在先哦。明保加班，每周不能超过3天，每天加班不能超过10点。只要怀孕了，必须立刻辞职，马上回家胞胎。哥，没问题。有问题？为什么呀？别人怀孕了都能工作，为什么我不能呀？我要是不工作了，咱们家收入就少了一半。你妈每天买个菜都在那儿锱铢必较的。我妈怎么锱铢必较了？我刚升了职，收入明明增加了。大哥，你都休假了？暂时的。那万一不是暂时的呢？我们老板上次还跟我说，产品做得非常好，还准备在那个市场大会上给我授奖呢。谢谢你了，你们公司的产品都大面积召回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是不是干技术干傻了？你跟鸵鸟似的。哎呀，你俩行了。产品有问题，这是1天2天的事儿吗？这个节骨眼上让你休假，你不觉得奇怪吗？有什么奇怪的？
总之，如果你没有工作了，我就是这个家里的经济支柱。放心，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我去一下洗手间啊。哎，你造反呢？怎么你就直男癌发作了，不让我工作啊？养活妻儿那是男人的规定动作，你上你的班，你做你的女强人，干嘛把我往地上踩？谁踩你了？产品召回有很多种可能，很多环节都可以出问题，不见得是我的责任。这不是技术问题，这是办公室政治。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们不得找人背锅吗？我说的这是最坏的打算。要说你回家说呀，你在外人面前挤兑我干嘛？显得你能耐啊？要我配合你做面子工程是吧？僚机就得心甘情愿地为主机牺牲是吗？可惜呀，婚姻法里没有规定老婆有这个义务。沈明宝，你就跟我对着干，能耐？面子是别人给的，脸是自己挣的。哎，杨真呢？刚接了一电话，公司找他有事儿。你呀，对你自己老公好一点儿，这婚姻又不是战场。鞋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你什么意思啊？谁不合脚了？陈东刚，对你老婆好一点。你自己先管好你自己的事吧。我这儿帮你呢，听不懂吗？谁用你帮啊？我跟我老公是蜜里调油，情比金坚，秀恩爱死得快。沈明宝，你咒我啊！我提醒你。行了，你们俩，姐，明天照常复工。必须啊！陈总监，您的快递，谢谢，不客气。谢谢。啥情况？前任呢？除了嬉笑怒骂，还有什么尴尬的？3天了，你就给我交这个东西啊？重新做。好，我重做。哎，你怎么来啦？犒劳三军，鼓舞士气。我看你是宣示主权来了。华宇清言这个大客户是我空手套回来的，叫我救世主也不足为过。哎，你把这个拿去分给大家吃了。谢谢老板娘，谢谢老板娘，谢谢老板娘。花语轻言的市场份额稳步提升，说明我们的宣传效果很好。特别好吃。高的市场份额不代表高利润，眼光放长远些。走，带你宣示主权去。我知道，我也明白。新的 slogan 做成 KT 版，放在公司门口。行。还有啊，那个新3版的创荣。那等你过来再说。你就是从知瑞天杰走的，我们做熟不做生，只要你愿意回来。之前跳槽的资深文案想挖回来。行，这个情况我们会考虑的，只要你愿意回来，好不好？喂，你好，我是公司的 HR。刚才陈总搞错了，薪资水平是不会提高的，行业不景气，能回来就回来，回来不了就拉倒。这个人我要的。这样的人，你今天花5万把他挖回来，明天就有人花6万把他挖走。这样的人，你叫他回来有什么用？公司现在正要用人。下午面试了几个人，前面4个呢是有行业背景的，也有经验的，后面6个是没有经验的，但是专业对口。
下午面试我也参加，有问题吗？没问题，你们聊。亲爱的，怎么了？你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查岗哪有通知的？那还叫查岗吗？你还不睡啊？哎，上一轮的组织架构调整是你做的吗？齐薇认可的。我要把组织架构改回来。为什么？企业规模小，又是项目制，扁平化管理比较合适。朝令夕改，这不太好吧？你质疑我？我哪敢啊！是你把公司从破产的边缘挽救回来，但我才是公司老板嘛。你要朝令夕改，你至少要经过我的同意吧？我单枪匹马去刻画以轻言的时候，也没经过你同意啊，陈老板。公司好不容易能起死回生，我想清楚了，我不会再让你孤军奋战了。我要帮你把智瑞天劫做大做强。你要改人设了？改什么人设？霸道女总裁吗？哎呀，我跟你讲，这资产呀，分为2种资产，一种是优质资产，还有一种是不良资产。那你是哪一种？我生下来呢，就实现了财务自由，所以我是第3种，闲置资产。我不想再一直这样闲置下去了，我要把自己盘活。你快去睡觉吧。那你忙，我去闲置了。老大，还有华语青年的样品。啥也没看。请进。扣子系错了，设计的，口红糊到脸上去了，气色好。刚才的事情啊，我不会说出去的，我谅你也不敢说，但是杀你灭口。哎，不是，我说你想清楚了吗？他可比你小10岁哎，13岁。我的妈呀！现在怎么那么流行年下恋呀？这薛可欣中招了，现在连你也中招了。年下恋怎么了？也能修成正果呀。哎，那是他扑的你，还是你扑的他？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会有昏了头的时候。完了完了，掉进去了。哎，你确定这不是笑面虎给设的什么美男计吗？好像也不那么美。哎呀，反正他要是转脸告你个什么职场性骚扰，你可怎么办呀？老大，你可是理性派的呀。我都理性一辈子了，管用吗？哎呀，人家的世界是诗和远方，我的世界是甲方乙方。工作半辈子，遇见一个奇葩老板，婚姻失败，留下一个奇葩儿子。人家的孩子是人才，
我的孩子是素材。哟，那您可谦虚了，你这是素材库啊。行了吧，你别给我灌鸡汤了。那你这也不能饮鸩止渴呀。我做做梦不行吗？胡作威跟我说，喜欢我多年了。那以后怎么办？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嘛。你先让我把梦做完。我说你先把脸擦擦。又在干什么呢？霸道女总裁。查条款啊，号称弹性工作，其实就是鼓励加班。11点之后打车报销，也是鼓励加班。请进。有文件需要签字。合同是吧？我来吧。那个薛总说，沈总，你说现在当老板是不是最容易了？签字盖章、发号施令，让他干这个，让他干那个就行了。那陈董你会什么呀？我会签字盖章、发号施令啊。不过现在大家都不认我这个陈董了，认什么薛董？对，人家都叫他薛董，叫我小陈，小陈就行了我。他也是望夫成龙嘛。他这是刷存在感。他爸就想要个儿子，遗憾了30年了。现在他证明了，女儿也能顶门立户了。那你不应该为他感到高兴吗？我特高兴，我现在特别高兴。那你还跟这儿吐槽1个小时了？明姐，我是想要你的忠告。转发锦鲤，然后去买彩票，中了你就扬眉吐气了。钱不重要，我想要的是自尊，哪怕一丁点面子也行啊。他跟你说的。哎呦，你也考虑一下他的感受。他的感受重要还是公司盈利重要？真是。可心啊，你自己好好想想，你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他？什么意思啊？我当然是为了我们俩。哎呀，嫂子，哎呀，这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再而衰，三而竭。哎，爱情保鲜期一过，自动散伙。你说你这越增加外部压力，让他们内部越团结，你越想强行拆散他们，反而把他们俩给捏咕到一块儿去了，明白不明白？啊，叔，嘿，哟，这身衣服不错呀，真帅啊！你少拍乎我，你说什么时候不帅啊？啊？哼！哎，来了，过来。哎，你小子，我让你过来帮我忙，你就是不来。我以为你被什么小姑娘拴住活了呢。齐薇啊，她都多大岁数了，你也下得了手？您还说我呢？您好，你那小媳妇不是比你小18岁呢吗？嘿，嘿，怎么了？我可把你小婶儿搁进我们家户口本里了，我妈你奶奶没反对吧？你有能耐，你把齐薇搁你们家户口本里试试。哎呀，我现在非常期待你妈的反应。侄子，你呀，只要不结婚，你想怎么谈恋爱，叔都支持你。消磨青春，消磨理想，损害身体，这都不是大事儿。听我句话啊，所有的爱情都有保鲜期。你呀，等你这热恋劲儿过了，咱们再做决定，好不好？我，嘿，哎呀，你什么时候长大了？我就喜欢他。哎，行行行，喜欢就跟他好，不结婚，好不好？外卖，来。
能告诉我，你到底是为什么辞职呀？老板娘入场了，摩拳擦掌，打算大干一场。你知道吗？咱们公司现在买一叠A4纸都要向她请示，我就是一个摆设。哎呀，薛可欣，他就图个新鲜，吃不了这种苦的。我也累啊，我也想歇歇。你可想清楚，你忘了你以前怎么忽悠我，怎么给我洗脑的啦？女人可一日无夫，不可一日无工作，谁说的？我天哪！你同意啦？我同意啦。我不同意。你又不是我妈，你凭什么不同意？哎，他比你小13岁啊。如果你像我这岁数，有一个小你13岁的男朋友，跪下向你求婚，你就是成功女性了。你以前可不是这么定义成功女性的。我以前怎么定义成功女性的呀？你以前说成功女性要有钱、有颜、有事业。我错了，成功女性就要案头有花，炕头有人。你以前说男人会辜负女人，但是钱不会。你都不知道他拍照的技术有多好，他拍出来那照片比美颜还好看呢。你儿子知道吗？你儿子，哎呀，好烦呐！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告诉你，你有一个小自己13岁的男朋友敢蹲下来给你拍照，那就是稀有物种。老娘才不管那么多了呢。那要以后后悔了怎么办？等我后悔那天，我已经在养老院里面晒太阳了。好吧，好吧，你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可是你走了公司怎么办呢？把握机会。哎呀，突然间我的小心脏有点颤动，感觉我的小可爱在想我。哎呀，我真的要吐了，你快走吧你。肯定是想我了。哎呀，喝酒了，喝多了，走不了了，你来接我呀！啊，喝酒走不动了，头晕，头晕晕的呢。那一会儿见了。我的天，你怎么现在这么恶心呀？我真的要吐了。怎么了？这叫身不由己，你知道吗？哎，你说爱情这个东西啊，真是不讲道理。像我这样40岁的女人，也可以情窦初开呀。哎，可是到底为什么要蹲下来拍照啊？笨，贤退场。林宝，我跟你说，人生处处有。哎呀，手机又掉了。掉了，别这样了。失业是求职的潜在风险。劈腿。我没说完呢，劈腿。劈腿是恋爱的潜在风险。知道了。还有，别闹了。出轨是婚姻的潜在风险。哪有人会为了不失业而不求职啊？也没有人会为了不失婚而不结婚。好了，对吧？对。明宝，我跟你说，虽然我走了，位置你顶。可是这滩浑水也是你的。哎，好了，明妈，我们先走了。哎，我先走了。明宝忘了，薛可欣她可不是一般人，他们是夫妻店，这么长久的。听说今天陈董跑去沈总监那儿吐槽去了。沈总监可是薛董的人，我这不是自己找死。我发现你没想明白，我出去拉客户、维关系、做组织架构调整，不都是为了帮你吗？薛大小姐，你就应该十指不沾阳春水，贵人不踏见地儿，好好在你家做大小姐。我跟你结婚，你一次性投资，终身回报，你还想怎么样？一山不容二虎。哪怕是一公一母。你终于把这话说出来了，陈同刚，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再想想你遇到我之前是什么样子。薛可欣，你知道什么最可怕吗？最可怕的就是以后我有再大的追求，再好的成就，
这都是你的恩赐。在你眼里，我永远都是个小瘪三。喘不过气了。哎，薛可欣，薛可欣，你干嘛？哎，有车，危险！哎，那么早又回来了？是不是喝酒了？狗鼻子啊你！我都喷好几清醒。完了。大晚上的让你老公独守空房，你好意思吗？哎呀，气我辞职了，所以我们俩就喝了一杯。谁想到啊，叱咤风云的女魔头也有今天呢。那他辞职了，你们公司以后谁当总经理啊？天上这么一个大馅饼就掉到了我的头上。掉你头上了？啊，是啊，你不替我开心吗？啊，你不替我开心吗？杨真，快来吃饭了。当老总了，管多少人啊？想当年我当厂长的时候，你不是副厂长吗？去。哎妈，这老黄历了，别提了啊！嫂子跟投资人那是闺蜜，当总经理是理所当然的嘛。你这话说的好像我是凭关系才上位似的。那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能力啊！来，借花献佛，神走经。给我盛一碗。哎，我说啊，这个事业好归事业好，但是你们俩的任务必须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给我弄个孙子呀！那我要是个孙女儿就不行吗？不是，孙女儿也行啊。没想到你还有点重男轻女。你给我闭嘴！我的呢？每个品牌主和广告代理公司的平均合作期，你就直接告诉我，用了你的广告，每个省能卖出多少台车？肖伯纳曾经约过，所有的专业看上去都像是针对外行。郑叔叔，我不能蒙您啊，那包治百病的都是因为甲方把所有压力全都放在了营销上面，甲方也是需要教育的。喂，妈，我今天加班，不用给我留饭，也不用给我留门啊。我嫂子发的，跟我哥说让他早点睡，不回来了，又不回来了。这俩人老不见面可不行。自从我嫂子当上总经理以后，我可天天独守空房，这样下去两个人非得丁克不可。什么叫丁克？就不生孩子呗。那怎么行啊？这什么情况？改洗头房风格了？这不是我妈跟我妹说，咱们俩调节调节气氛吗？这不知道还以为大保健上门了呢。可不嘛。儿子，嗯，那把这汤喝了。哎，我现在不想喝汤。哎呀，
喝吧，我炖了一下午，带一晚上，费老劲了，赶紧喝，喝点。怎么样？还行吧，有点腥。大补，高级的，多喝点。这方子我花好多钱呢。你拿什么玩意儿炖的？三边汤。你就别忍住，不许吐啊！哎呀，你人都不需要这玩意儿。哎呀，有则改之，无则减免。哎呀，你喝点。哦，我不要，谢谢妈。哎呀，你们两个什么情况啊你？妈呀！沈总。妈，你别管我当沈总啊。你是酸性体质还是碱性体质？你想生男孩还想生女孩？慢慢给我弄了个 APP， 说是能够清宫表。你还睡不睡觉了啊？我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会，我这资料需要整理一下。沈总，您现在都是总了，这些事儿不能交给秘书办吗？那也不是什么事儿都能让别人代替的呀。这要生孩子能让别人代替的话，我倒是求之不得呢。哎，我问你啊，如果婚姻是一场游戏的话，你觉得这繁衍后代是一项成就啊，还是一项任务啊？成就？如果是成就的话，你说为什么那么多当了爹妈的人还吐槽生活品质下降呢？那就是任务。他如果是一项任务的话，为什么还那么多人乐此不疲的前仆后继呢？哎呦，我脑力有限，别想了啊。干嘛呀？打呼噜，自觉回避。吓我一跳！干嘛呀？睡觉啊！睡什么觉？哎，干嘛？进去。我进去干嘛呀？沈总的排卵期到了。哎呦妈呀！你让我休息，我这。要不我再把汤给你热热？哎呦不，谢谢。哎，进。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最近太累了？还是我哪儿让你不满意了？咱们俩得把这原因给找出来吧。哎呀，找什么原因？失败的原因呢？谁失败了？咱俩呀。哎呀，我说你是不是有点过度紧张了？我紧张，是你紧张才不行的好吗？谁不行了？我没不行，我那是不想。你是看见我不行，还是看见所有女的都不行？哎呀，有区别吗？区别大了。老婆，咱们俩就不能要一个顺其自然的宝宝吗？咱们俩怎么不顺其自然了？咱们也没把什么精子卵子放在一个试管里。哎，大叔，咱以后就能不能不要用那些那个优生的那个专业的术语来描述这件事情啊？什么清宫表，什么排卵期，什么基础温度，什么精子存活率，以后一概别提啊！本来挺好的，被一时武功全都被你弄废了。你有什么毛病啊你？沈总，我不是你必须攻下来的山头，也不是你必须要炸掉的碉堡。跟你说啊，从今天开始休战3天，还有明天你把这些乱七八糟玩意儿给我撤了，看得我真的是，你别扑我了。这乱七八糟玩意儿是我弄的吗？我扑你了，不是你妈让咱俩抓紧时间完成任务呀？我告诉你，你这是心理障碍，你得去看心理医生。我
下一位。哎，你生理层面没啥问题，建议你去看一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大家放一放手里的工作，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同事，她叫杨曼曼。哎，小李啊，今天是不是要带客户看房？对，约了10点。哎，那正好，你带她一天。不用，我有经验的，不用人带。正好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你有电动车吧？有啊，我现在去取。过来，我跟你讲，他是老板的亲戚。听说你是老板的亲戚？我嫂子的妈跟这老板的爸是朋友。哦，夕阳红，你有工作经验？工作了3个月，都满实习期了，租了好几套房子出去呢。你之前在哪家店？就街拐角黄色门脸那家。三山房产。啊，行里都在说三山房产被一个实习生报警给端了，那个人不会就是你吧？就是我啊。走了。能不能换个男大夫？我是很专业的，你质疑我的性别，就是在质疑我的专业。我是觉得，我这……你检查身体的时候，会介意大夫是男的还是女的吗？不介意。那我检查你的心理，你为什么会介意我是男的还是女的？你说你们女人是被什么定义的？家庭。她是谁，在于她是谁的妻子，谁的女儿，谁的母亲。我们男人是被工作定义的，头衔、职称、年薪、办公室的大小、手下人的多少。要是没有这些啊，我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自我认知缺失。自从被放假以后啊，出门都戴着个帽子，都低着头走，生怕碰见熟人，然后问我小杨啊，哎怎么着放假了？我要是跟人家说我放假了，人家肯定在背后嘀嘀咕咕说你看小杨没本事，天天在家待着，缺乏价值感。哎，大夫，你能不能别把这鉴定结果念出来啊？你这宣判似的。你身体有什么症状？身体什么症状？失眠、食欲不振、精神恍惚。哦，这些都有。夫妻生活是不是不和谐？不是大夫，你们这不是心理诊所吗？你怎么聊到生理了？你会因为是女人问你这个问题，你就觉得被冒犯吗？你老婆是不是很强势？你妈是不是很强势？你的童年是不是有缺陷？你才有缺陷。你还会回来的吗？我们今天呀，准备了5套房源，都可以看。户型图，
一会儿看那套呢，2房朝南，1房朝北，西边套。没有。不是让你打印了吗？那我现在去打印啊，不好意思。新来的吧，业务那么不专业。哎，老板的亲戚硬塞给我的。哎，这边请。他就是那个报警的，行业公敌。这种人就要防着点儿，老板怕他来监视我们的。看我不整死他！有小孩啊、老人啊，都可以过来一起住。李姐，给户型图。给2302的房东打电话。哦，来，你看看这个，这个也是精装修，张先生刚腾出来的新房，特别是好。哎，我是曼曼。朝向好。是，现在来看房呢。喂，哎，好，我知道了。是。把钥匙送到西坝小区，有同事等着用。您好，我刚才给你打过电话，我是简宁的女朋友，麻烦请通过我一下，和您太太有关。你好，你终于肯加我了。简宁是谁？智瑞天杰的，跟你太太是同事。所以呢？我俩在一起2年了，感情一直挺好的，但是他就是不想结婚。直到前几天，我才发现问题在哪儿。他还在经常的接送他前女友上下班，而这些照片是我在他电脑里发现的。为了保护对方的隐私，我特地打了马赛克。我男朋友正是因为对这个马赛克女孩旧情难忘，所以才不肯跟我走向婚姻。这是谁？应该是你太太吧？哎，今天简宁给我讲这个笑话，我笑了一早上。简宁是谁啊？我的一个同事呀，你见过的。等会儿我送你啊。不用，有同事的顺风车。简总，你的咖啡。谢谢啊。哎呀，第1天工作就想做这间办公室了吧？啊，恭喜你，如愿以偿。感觉怎么样？嗯？为什么要辞职啊？哎呀，在自己前女友的手下工作，你以为会很舒服啊？能不能不要离开公司？那你得给我个理由。